1周前，家居新零售平台驻范儿的 CEO 刘宪然被讨薪的工人堵在了样板间里，从材料费到施工费，双方谈了很久，刘宪然只能不断摇头抱歉，却拿不出1分钱。工头无奈地说：“总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吧？”刘宪然依旧只能说抱歉。最后，有位失去耐心的装修工插话：“那我们把样板间的东西搬走抵债，总可以吧？”这时，刘宪然才轻轻点了点头。但是样板间的桌椅板凳、电视、冰箱加起来也不值几个钱，根本无法填平驻范儿总額近1个億的欠款。大量被拖欠工程款的工长、被欠货款的供应商及无法退装修費的業主，仍不願離去，非要這位 CEO 給說法不可。期間，有人怕劉憲然跑路，要他交出護照。劉很平靜地回答說：“我不會跑，護照我昨天已經交給了警方。”聽聞此言，人群才逐漸散去。1天後，抖音平台爆出了一段無法確定拍攝時間的視頻，畫面中上午還一臉嚴肅與債主談判的劉憲然，到了晚上居然嘻嘻哈哈的和別人喝起了酒，絲毫不顧及工人、業主、供應商的感受。駐范兒創立於2015年，本來是家規模不大的家裝設計公司，卻抓住了短視頻爆發的機遇，通過拍各種段子，駐范兒意外走紅，積累了1000萬粉絲，打響了品牌，因此得到了資本的關注。著名投資人周小虎表示，劉憲然和駐范兒可能成為中國家居行業的變革者。2015年之間，駐范兒一共融資了7輪，總共金額超過3個億，業務也從線上設計滲透到了線下門店，形成了家居家裝一條龍服務的能力。當被問及這家10年的老企業閃崩的原因，劉憲然用賬上突然掉了1個億來解釋。這種解釋顯然不能讓債主滿意，表示這麼大一家公司，怎麼1個億說掉就掉了？沒人知道嗎？有網友懷疑這些錢已經被頂高層分掉了。說到駐范兒的幾位創始人，那也是有故事的。他們幾個人都是清華大學的高材生，從小就是別人家的孩子，無論是頭腦還是實踐能力都是一流。尤其是帶頭的劉憲然，學生時代他敏銳地抓住了直播興起的機遇，嘗試在網上教人學英語，結果模式很成功，僅教了幾個月就被美聯英語收購了。這次快速度變現讓劉憲然上了癮，他說這種感覺可比打工爽太多了。畢業後，劉憲然1天工都沒打，迅速投入了創業大潮中，帶着另外3個同學模仿中國合夥人創立了駐范兒品牌，主打為年輕人改造家庭裝修。就在不久前，駐范兒提出2025年要做500億的銷售的宏偉目標，如此龐大的藍圖怎麼會被區區1個億拖垮呢？劉憲然向中國企業家雜誌透露，主因是他們的主營業務團購被國補搶生意。團購模式顧名思義，駐范兒會在自己的社群裡發起家裝團購，一般湊齊2-3千人後，與裝修材料的供應商談判，拿到最低價。之前1個月能做2000萬的團購，公司現金流很健康。但是國補開展後，以京東、天貓為首的平台，在全國各地開分公司吃國補，國補後的家裝價格要比他們團購還要低15%到20%。劉憲然坦言，駐范兒的團購毛利率只有10%不到，京東這些平台的價格比他們低這麼多，根本無法競爭。不但招不到新用戶，老用戶也在申請退款，現金流瞬間從每個月幾千萬變成了負數。堅持了幾個月，終於耗光了賬上現金。對於這種解釋，債主們根本不信，反問道：“國補去年10月就開始了，你們身為清華大學的高材生，難道察覺不到危險，不知道未雨綢繆嗎？”劉憲然還解釋說，這幾個月為了救公司，所有人都在想辦法，能借的錢全借遍了，投了千把萬進去，可仍然阻止不了現金流的斷裂。他已經盡力了。2022年，駐范兒在疫情期間，北京十里河開了一家2萬平米的大賣場。彼時線下生意不好，這麼大一家商場，每個月至少要做到2400萬的業績才能夠保本。這對於一直玩線上的劉憲然來說是個不小的挑戰。面對市場質疑，劉憲然信心十足地答道：“首先，我們有線上流量矩陣，可以給線下引流，獲客成本很低。其次，我們採取零庫存模式，工廠直接供貨，資金壓力小。最後，裝修行業一直有先付錢再幹活的習慣，這些都讓我們的現金流很健康。誰料，最後駐范兒恰恰是倒在了現金流上，命運算是跟劉憲然玩了次黑色幽默。”